没瞧见，几位大爷这是找人呢？男人阴沉的眼神扫过院子里所有的地方，目光落在摆在角落的柜子上时停住了。妈妈，您说的贵客，我能偷偷瞧他们一眼吗？来人乌黑的发髻高高挽起，头上戴着点翠珠钗，额间的红色牡丹娇艳如血，看样貌比廖府的苏姨娘漂亮千百倍。除了衣裳相似，身上更是没有一丝风尘女子的妖媚和轻浮。夕颜，你想通了？裴玉嫣忍住心底的厌恶，没有甩开。妈妈说的对，进了青楼，哪里还有能出去的路啊？不如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儿。领头男人调转方向，走向裴玉嫣。老鸨，这是新来的姑娘。老鸨的神色微变，立刻将裴玉嫣挡在身后，嘴上客气地说道：七位爷，这可是我千里迢迢从京城买回来的花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是个处子。3日后的梳笼礼，你们可一定要来呀！领头男人泛黄的舌头舔过厚重的嘴唇，喉咙上下滚动。嗨，哪用得着等3日？老子出钱，今日这位姑娘的头一夜归我。哎呦，爷说笑了，美人斋3日后新花魁的梳笼礼，这消息早就放出去了，我哪里敢食言呢？躲在柜子里的宋启明双手紧握，手心发汗，眉头拧成一个结。这群人怎么还不走？吴枫叶找到阿姐了没有？领头男人重重地将老鸨推到一边。裴玉嫣眸如精雀，警惕地快速往后退。老鸨见状大喊：来人，都给老娘出来，把这群不讲规矩的人给我赶出去！身后屋内5个膀大腰圆拿着棍子的壮汉冲了出来，2拨人瞬间混战在一起。躲在门后的裴玉嫣视线隐晦地扫向角落里废弃的柜子。柜子里，季幽冥低声道：等他们打到2败俱伤，我们就冲出去逃命。若是被青楼的人知道是我们招来的麻烦，恐怕会吃不了兜着走。我们等人全部走了，再偷偷出去。2人看不见外面，只能通过声音判断战况进行到哪一步。一股重力撞在柜门上，原本就不结实的柜门断成4块。宋启明和季幽冥同时捂住耳朵往旁边躲。老大，人在这儿！男人朝混战的人群大喊。宋启明一脚将人踹飞，果断拉起季幽冥的手，从破烂的柜子里头爬出来。快跑！见他们要逃，领头男人再也顾不上青楼的打手，转身朝2人袭来。刀锋划破宋启明厚重的短袄，尽管他反应速度够快，可还是被对方在手臂上划出了一道10公分的口子。一路沿着脚印找过来的宋金钊眼睛死死地盯住带血的匕首，手中的长剑用力掷出，伴随着咻咻的破空声，剑身刺入男人的右臂，匕首掉落在地。阿姐！宋启明扭头看到了心心念念的身影。宋金钊脚掌用力，几步冲到男人的面前，拔出剑，将人踢倒在地后，鞋底踩在他的手指上，长剑用力地刺入掌心。男人痛到面容扭曲，惨叫着在地上翻滚挣扎。被老鸨和青楼打手护在身后的裴玉嫣呆呆地张着嘴巴，身体仿佛被冻住，刹那间抽了魂儿。另外5人冲上来围攻宋金钊，被他几下打倒在地，手上全部见了血。季幽冥整个人僵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宋金钊收剑，走到宋启明的面前：阿姐，没事儿，伤口不深，回去包扎一下就好了。老鸨揪紧手帕，结结巴巴地说：几位若是无事，可否将人带走？我这美人斋还要开店做生意，就不多款待了。孟鹤川听到消息时，宋金钊已经将6人抓到了府衙。这是怎么回事？宋启明先一步站出来，将事情的经过娓娓道来。季幽冥在旁边时不时地附和2句：大人你不知道，这些人殴打不成就开始动刀，要不是我和宋启明跑得快，等他阿姐过来，
命早没了，必须得严惩。孟鹤川开口询问宋启明：启明，你最近可有得罪什么人？明日便是书院1年1度的年考，他们最开始的目标是废掉我的手指，我怀疑幕后主使者可能是书院里的人，不止这6个人。最开始袭击我的3人被我用毒针刺中，还有2个受伤不在，大人可一定要将他们抓捕归案。你们放心，有这6个人在，今天晚上绝对能撬开他们的嘴。走出府衙大门，宋金钊停下脚步，询问宋启明：心里有怀疑的人吗？我觉得是严宝义。自从院试结束后，他就看我不顺眼，还联合他老师在书院处处刁难我。这次难保不是因为不想让我考进上社才找人要废我的手，让我再也拿不起笔。这些事之前你怎么不告诉我？阿姐管着医馆和美食店的生意，还要操心家里的事儿，已经很忙了。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解决的。反正无论他们怎么针对我，只要我努力读书，照样可以把他甩得远远的。况且自从老师去内社教书之后，丁福子就再也不敢针对我了。宋金钊揪住宋启明的耳朵捏紧，尾音上扬：我是你长姐，以后有人欺负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真解决了。那今天的事情怎么发生的？我也没想到严宝义敢这么做呀。姬幽明见姐弟2人说个不停，踱步贴过来，小声问道：姐姐，我兄弟给您报信的胡枫叶现在在哪里啊？季兄，你年龄应该比我阿姐要大。姬幽明张嘴一半又闭上，这声妹妹他有点喊不出口，实在是宋金钊身上的气势，妹妹根本压不住，得喊姐才配。宋金钊是在半路找到胡枫叶的，对方正拽着马僵持在巷子里。宋姑娘，你总算来了，这马不听我的，走到半路怎么都不动。宋启明和季幽明怎么样？人救到了没？宋金钊翻身上马，再次将胡枫叶提上来。救了，打手送到官府，季幽明现在应该在我家，我带你过去。没事就好，那些人凶神恶煞，我真怕出大事。宋家正堂内，季幽明被兰溪按坐在椅子上，身体扭打跟蛆虫一样。宋诗雪沾满药酒的手不停地在他胳膊上搓。忍着别动，不把淤血揉开，你明天连床都下不了。季幽明疼得满头大汗，脖子上一片水光，边叫边求饶：素儿姑娘，你轻点行不行啊？我快要痛死了。轻点没作用，就得稍微有点力，很快就好了。3人身上的伤全部都包扎好之后，胡枫叶迫不及待地询问季幽明详细经过。偷瞄了一眼正在院子里洗剑的宋金钊，季幽明压低声音，将从胡枫叶逃走报信儿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仔仔细细说了出来。你是没瞧见宋启明他姐有多厉害，6个人半盏茶不到就全倒了。宋启明的武功就是他姐教的。今日之事，多谢季兄和胡兄仗义相助，在下没齿难忘。季幽明忍着浑身的痛，爽快地说道：你我乃是同窗，屈手之劳算不得什么。既然乔监又怎会坐视不理？算起来我也没帮多大忙，论身手跟你比差远了。宋诗雪和清霜端着药碗进门，放在了桌子上。稍微冷一下之后，趁热把药喝了，能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明天去书院不至于肿得太厉害。年考肯定不能缺席，没有补考，顶着伤也得去。胡枫叶一向注重他那张脸，不想顶着一张肿脸去书院被人看笑话。他端起药碗就想往嘴里喝，指腹碰到碗壁，烫！候在旁边的清霜迅速伸手接住药碗，汤药在半空晃悠了一圈后又到了碗里，溅出来的洒在手上，清霜一动不动，好似感受不到温度似的。宋启明急切道：烫到没有？没有，就是手指有点火辣辣的。宋诗雪朝清霜吩咐道：去外面弄点血渣子给胡公子冰敷，
明日手还要拿笔，不能起水泡。一番严审后，领头的打手一个字没说，另外5人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但他们供出了另外没有被抓的5人的落脚点。孟鹤川连夜让衙役将人抓回来，瞧着一人脸动不了，像僵尸脸。仵作，这2人是怎么回事？应该是中了麻药，分量还不小。其中一名打手歪着嘴开口：是宋启明，他用沾了毒的针刺我们。大人，我们没想过闹出人命，宋启明才是真的下狠手，他防卫过当，大人您可得为我们做主。蒙面持棍带刀，你说没想闹出人命，是骗鬼呢吧？宋启明他们有功名在身，殴打秀才罪加一等，更别说你们还动了刀，面巾被扯下就想要杀人灭口，让本官给你做主，亏你讲得出来。烧红的烙铁顶在男人面前，孟鹤川质问：说，是谁让你们半路拦住宋启明对他动手的？男人闭紧嘴巴摇头，热汗流得满脸都是。我不知道啊，生意都是我们老大接的，我们没见过买凶人。孟鹤川将烙铁交给衙役，下一秒，烙铁抵在男人裸露的胸口，铁块高温灼烧皮肤，发出滋滋声，凄惨的叫声在牢房里回荡。被关进来的打手一个个的缩在墙角，不敢冒头，生怕下一个会是自己。什么？启明被人打了？久没等到宋启明过来的叶良玉正打算派小厮去宋家问问，兰溪送完人便过来递了消息。云鹤急忙安抚：老爷别着急，宋家的下人说宋公子受的都是轻伤，没伤到筋骨，明日可以正常去书院。打人的抓到了吗？已经被宋小姐抓去了官府，孟知府亲自接的案，幕后主使想必很快就可以抓到。你去府衙盯着，看幕后主使是不是京城派来的人。老爷，宋公子如今只是秀才，入不了那些人的法眼，您不用这么担心。我知道不会，可心里总是不放心呢。算时间，他们也该到了。云鹤偷瞄自家主子一眼，想到前几日上门的少年将军就住在隔壁，躬身退出房间，去府衙打探消息。夜色朦胧，宋金钊的房间亮着微弱的烛火，青霜双手垂在身侧，腰间插着盾刃，身上的冷气还没散。严宝义的父亲3个月前去江南进货，如今还没有回来。严家手握安阳府近1半的布料生意，锦绣坊就是他们家的。严宝义自小锦衣玉食，乃是家中独子，性情傲慢势利，从不将门楣低于严家的人放在眼里，尤其看不起往上爬的穷人。奴婢还打听到，严宝义在簪花宴上就言语讥讽过大少爷，只是被大少爷给挡了回去。所以进入书院后，他就开始变本加厉。那个丁夫子又是什么来头？丁惟越25年前考中举人，2次落榜会试后，出钱买了个穷县小官，当了3年县令，政绩一般，升迁无望。加上地方太穷，年年交不上税，索性辞官进了安阳书院当夫子，一干就是22年。丁惟越没有什么家世，但他这些年收过不少学生，其中也有2个最后考中进士，但名次都不高。现在好像在江南当县官，碰不到北边。2个月前去江南进货，现在也该回来了。有没有打听到时间？具体时间不清楚，不过肯定会在年前回来。这批货是要赶在过年期间卖的。府衙那边什么情况？衙役说另外5人已经全部抓到，就是嘴紧得很，其他倒是没说。隔天清晨，宋启明、季幽冥和胡枫叶顶着伤进入书院后，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进入内舍讲堂后，宋高丽悄悄走到宋启明的身边问道：怎么回事？你们打架了？不是，昨日散学的路上，有人想要废了我的手，季幽冥和胡枫叶冲上来救我，才挨的打。平时你和他们走的也不近，没想到还挺仗义。
昨日要不是胡枫叶及时去给我阿姐报信，我和季幽冥凶多吉少。整夜没得到消息的严宝义姗姗来迟，见宋启明脸上虽有伤痕，可手却是好好的，不由得气得握紧拳头。用过早膳后，宋诗雪先去了医馆，宋今朝则到了府衙求见孟鹤川。衙役强撑着疲惫不堪的眼皮说道：宋姑娘，昨日知府大人审问到后半夜，连家都没回，现在人还没醒，要不您下午再来啊11个打手，审问一晚上一个都没开口。这群打手是惯犯，干的就是收钱违法的事儿。别说砍掉一只手，就连人命肯定也沾过。其他人说每次买凶者都只跟他们老大见面，其他人不知道给钱的是谁。偏偏这个领头老大嘴硬得很，知府大人什么重刑都用了，他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硬是一个字都没说。孟鹤川左手撑腰，右手扶着官帽，从府衙的后宅走出来，看见宋今朝的一瞬间，马上挺直腰杆，变成了气势威严的知府大人。宋姑娘怎么来了？知府大人，民女听闻昨日袭击舍弟的杀手不肯吐露幕后买凶者，我有办法让他说实话。领头男子被本官施以重刑都未曾开口，宋姑娘有什么办法？我能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清晨的阳光透过地牢微小的窗户照入牢房，孟鹤川指着被绑在十字木桩上浑身是血的领头打手说：此人名叫萧虎，他和他的这些兄弟近几年一贯在安阳府周围活动，干的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活儿。因为嘴严保密性高，卖凶者一般要出不少银子才能请得动他们。就没有受害者想过报官？很多百姓都害怕报复，不敢报官。再者，这群人每次动手的时候都蒙面，不知道长相，也抓不到人。萧虎睁开被汗水浸湿的双眼，充血的眼球死死盯住宋今朝。宋姑娘，你说的办法是什么？宋今朝往前一步，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个比拇指粗一圈、长1倍的竹筒，放到架子上，把它解下来，绑到刑床上。负责审讯的衙役接收到孟鹤川的眼神后，上前用钥匙打开绑住萧虎四肢的铁锁，将人绑在刑床上。萧虎昂起下巴，应声道：道上有道上的规矩，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会说。宋今朝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白色的瓷瓶，打开，从里面倒出一颗黑色药丸，融化在水里。孟鹤川等人捂住口鼻后退，好臭啊，比茅房还臭呢，臭到令人恶心想吐。给他灌下去。衙役眉头拧成死结，屏住呼吸，掰开萧虎的嘴，将碗里奇臭无比的药水灌进了他的嘴里。贱人，我迟早要杀了你！萧虎感觉自己是从里到外都臭了，被灌了一肚子的屎尿，就连肉都是屎味儿。宋今朝拿起放在架子上的竹筒打开，这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才是正餐。2条20公分长的蜈蚣从竹筒里头爬出来，停在萧虎的脸上，轻如红毛一般的触感却令萧虎手脚发麻，一动不敢动，浑身上下的毛孔都竖了起来。宋姑娘，这蜈蚣有毒吗？人可别死了。这是我用来制药的蜈蚣，微毒不致命。一条蜈蚣顺着眼皮爬到眼角，从萧虎的耳朵里钻了进去，另一条停在他紧闭的嘴巴上，试图往里面钻。嘴巴微松的刹那，扒在嘴唇上的蜈蚣迅速地爬了进去。心理抵抗弱的衙役闭上眼睛，扭头就跑出去吐了。孟鹤川忍住恶心，总感觉那2条蜈蚣在自己的身体里头到处爬。这样的刑讯方法他从未用过。瞧着面不改色的宋今朝，孟鹤川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身体，喉咙发噎，好似下一秒就会吐出来。宋今朝走到刑床边蹲下，接下来他们会啃食你的5脏6腑，吃饱喝足后会在你身体里产卵繁殖，
一条条小蜈蚣会密密麻麻从你眼睛、嘴巴、耳朵、鼻孔，甚至下半身爬出来。你不会马上死，这个过程会持续1到2个月，慢慢享受。我有的是耐心。几人坐在牢房里休息的长板凳上，衙役忙给孟鹤川和宋金钊倒茶。孟鹤川端起茶杯正要喝，瞧见里面飘着的茶叶沫子像蜈蚣，吓得手一松，茶水洒在身上，官服从里湿到外。大人恕罪！衙役惊呼出声后跪下，以为他对茶水不满意呢。孟鹤川见宋金钊像个没事人似的，还有心情品茶，憋着气朝下属挥手：有点烫，本官不渴，不用倒了。衙役低头跪着退到一边，起身靠在牢房的柱子上。茶是早上交班的时候泡的，早凉了。宋姑娘，这种审讯方法从哪儿学的？宋金钊放下茶杯，眼连半仙：不需要学，山里死去的动物不到半个时辰就会被苍蝇和蛆虫爬满全身，用刀破开肚子里面全是虫卵，那场面可比这个刺激。孟鹤川捂着嘴冲出了牢房。宋金钊扭头凝视他狼狈不堪的背影，眨眼摇头，拿起水壶倒了一杯继续喝。这点小场面都承受不住，肯定不经常去停尸房，否则呀早就家常便饭了。1刻钟刚过，关押萧虎的牢房里传出了求饶声。刚吐完，一脸虚弱的孟鹤川惊喜地抬起头：马上审讯萧虎。不急，再等2刻钟，等他快绝望的时候再审问。孟鹤川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那2条蜈蚣还能拿出来吗？宋金钊勾唇，从怀里拿出药瓶晃悠：当然能，只需加热一点点，蜈蚣就会被气味引出来。嘶吼般的求饶声在牢房里回荡，被关押的犯人一个个的龟缩在墙角，不敢抬头。声音越来越小，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之后，几人才重新回到牢房。萧虎浑身上下被汗水浸湿，好似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只要你能把蜈蚣拿出来，我什么都说，一字不落。你想知道什么都可以。早开口不就得了，也不用吃这么多苦。宋金钊打开瓷瓶，将黑色的颗粒倒入碗中加热。黑色颗粒融化在水里，比刚才还要难闻千百倍的臭味开始在空气中挥发。刚吐完的孟鹤川转身撑在木桩子上狂吐啊，耳边呕吐声此起彼伏。宋金钊将碗放到萧虎的嘴边：张开嘴。萧虎后怕的睁大眼：还要喝？宋金钊做事抬碗，无言道：张大嘴，废话再这么多，我就给你灌进去。片刻之后，2条蜈蚣一前一后从萧虎的嘴里爬出来。宋金钊打开竹筒，将它们装进去，扭头看向孟鹤川说道：大人，可以开始审问了。是严宝义，他给了我500两银子，让我带人废掉宋启明的手，让他再也拿不起笔，滚出安阳书院。宋金钊坐在凳子上翘着腿，眼底划过一抹暗色。果然和启明猜的一模一样，买凶者就是严宝义。500两银子废一只手，真是好大的手笔。既然严家的银子多到没处花，干脆就全没了。可你之后不仅想把我弟弟弄残，还想杀了他和季幽冥。我没想到他会功夫，半路还杀出2个书生，打斗中面巾被扯下，只能杀人灭口。严宝义是什么时候找你的？给的是银锭还是银票？3日前傍晚，银票就藏在鸿运客栈，房间地板下面有隔层，银票被我用铁皮夹着放在里面。除你之外，还有人见过严宝义吗？可有其他人证？我接活都是单独见买家，从来不带其他人。不过那天严宝义倒是带了一个小厮，看起来像是他的书童，长着一双老鼠眼，说起话来尖酸刻薄，瞧着就让人厌恶。大人，现在人证有了，
是不是可以抓人了？孟鹤川点头，朝下属吩咐：你亲自带人去安阳书院，把严宝义和他的书童带回来。另外几个人去客栈拿银票前往钱庄查证，看最初领取的人是谁，一步步查下去。先一步被带走的书童连半个时辰都没熬到，就吐了个干净。另一边，衙役在钱庄查到那张500两银票是1年前严宝义的父亲从钱庄取的20张的其中一张，人证物证确凿，严宝义才被带到府衙，立刻就下了大狱。年考结束后第一天上午，孟鹤川在府衙开堂问案，以萧虎为首的11名打手被判流放3000里。严宝义身为主犯，按照刑法应该判处绞刑，但由于他的秀才功名，改判革除功名，流放3000里。公堂外，李子恩捧着手炉朝宋金钊走过来。宋姑娘，等严丰年回来，知道他儿子被革除功名流放，恐怕不会放过令弟。宋金钊嘴角轻微勾起，心里已经有了成算，就怕到那时他已经顾不上他儿子了。严家难道还能让我买不到衣服穿不成？望着浑然不在意离开的宋金钊，李子恩就像是吃了个苍蝇似的，他怎么就这么硬啊，一点都不服软。当天下午，宋启明便来到叶府辞行。老师，明日我和家人就要启程回老家，要到元宵才能回来。这段时间若是铺子和医馆遇到麻烦，还请老师多照看。你放心，有为师在，安阳府没人敢欺负你们宋家。更何况你阿姐和孟家关系处得不错，就算我不出手，孟鹤川也不会让严家胡作非为。严宝义的事情你不用放在心上，等你将来考中进士，入朝为官，只要冒头，遇到的阴谋算计只会比这个更狠。你阿姐教你武功是对的，就得好好练，才能自保。多谢老师教导，学生谨记。离开时，余光偶尔扫过隔壁院子光秃秃的枇杷树，见有人坐在上面朝这边看，后容貌中露出的那张脸，自己好似在哪里瞧见过。他转身对云鹤说：去瞧瞧对面住的是什么人，大冬天坐在树上偷看。云鹤神色不自然地低下头：那是老爷请来的客人，宋公子无需担心。宋启明挑眉朝男子望去，秦允谦对上他的目光，抬起下巴示意，嘴角露出一抹笑。宋启明眯眼仔细瞧，脑海炸开了一道光，想起来了，是那天晚上阿姐从山里头回来，拿走朔北贼子画像的人。宋家正厅内，最先买回来的4名下人整齐地站成一排，竖在宋金钊的面前。我不在安阳，一切按计划进行，生意上的事情拿不准，你们4个商量着办，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就去叶府找叶先生帮忙。4人严肃点头。车厢里铺了厚厚的褥子，炭盆里的炭烧得通红。宋安好埋头躺在被褥里呼呼大睡。路上半指深的积雪减慢了马车前进的速度。穿过4重山，即将抵达落脚点时，前方出现一辆马车。严家车夫强忍被冻僵的双手和脸庞，不停地挥动缰绳。严丰年坐在暖烘烘的车厢里，车速慢下来一点儿，他就开始催促：再快点儿，天亮之前必须进城。判决昨日下来，再晚儿子就要被押走了。冻得发抖的车夫没注意到远处对向驶来的马车，严家的马车行驶在道路中央。车夫注意到停在路边的马车后，急忙拉紧缰绳，减速往旁边让。可雪地一滑，他们的速度又太快，马蹄刹不住脚，直直朝宋金钊他们冲过来。车夫挥手惊呼：快躲开！宋高丽听见声音，伸出脖子朝前看，只见对方的马车失控，快速地朝他们奔过来，顿时脸色突变：金钊姐快跑，他们要撞上来了！来不及了。官道两边都是山，无处可躲。
调转马头也来不及提速躲开，索性逼停对方。车厢里被晃得东倒西歪的严丰年抓紧屁股下面的凳子怒吼：没用的东西，赶紧将马停下！宋金钊将枪头插入雪地，身体借力飞出数米远，落在对方的马背上，右手抓紧皮环，手臂发力往后拉，骏马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几乎接近垂直角度。凌云枪在地面划出了一道20公分深的划痕，宋金钊双腿用力将马按停，身后的车厢由于惯性，轰的一声撞在了石壁上，从中间裂开2半。严丰年摔飞出去，被宋金钊用枪杆接住。被拎住后衣领的车夫双腿落地后，脸色后怕地瘫倒在地上，不停地喘气。大雪天驾车不看路，跑这么快，看这虚头。看清楚严丰年的脸，宋金钊迅速抽出长枪。还没落地的严丰年掉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清霜找人画过严宝义亲爹的画像给宋金钊看过，这人不就是严宝义他爹严丰年吗？屁股摔痛的严丰年站起来指责宋金钊：哎呀，你这姑娘弄坏我家马车不算，还差点摔死我，你这是想要我的命不成？你太重，我抬不动。若是能要，当然想要你的命，总好过回过头来报复我。你们驾车太快，还不知道看路，分神差点撞到我家马车，我没找你算账，还救了你一命。你不知感恩，反过来倒打一耙，果然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活该刚才摔死。严丰年被宋金钊堵得哑口无言，只能恨恨地瞪一眼车夫。没用的东西，连个车都驾不好，等回去非得将你发卖不可。车夫跪在地上连连磕头，雪地将他的头颅染得又湿又脏。求老爷饶命，是小的错，小的下次再也不会犯了。宋金钊没兴趣搭理一主一仆，转身回到马车上，准备驾车离开。严丰年见他们要走，伸手拦在宋金钊的马车前，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张银票，趾高气昂地命令道：这是100两银子，你的马车我买了，我的马归你。不卖。严丰年咬牙再抽出100两。你不卖，有的是人卖。他将200两银票递到宋高丽的面前。200两，把你的马车卖给我。宋高丽尴尬地抽动嘴角，伸手指前面：我就是个驾车的，马车不是我的。宋启明掀开车帘，面无表情地说道：别说是200两，惹我阿姐不高兴，2万两都不卖。望着无情离开的马车尾，严丰年无奈闭眼，手里2张银票轻飘飘的。车夫小声询问：老爷，要不我们回南口镇换辆马车再赶路？严丰年一脚踹在他身上：一来一回得浪费多少时间？把你身上的棉衣脱下来给我，你骑马载我。车夫脸色煞白，骑马本来就冷，还要抢走自己的棉衣，这是要冻死自己吗？天黑前抵达南口镇唯一的落脚客栈，正在收拾饭桌的伙计远远瞧见2辆马车驶来，连忙放下了手里的碗筷，一边用抹布擦手，一边迎出门。嘿，几位客官，后院有马圈，嘿，我给您带路。来到大堂，站在柜台后面的掌柜热情的招呼：几位客官，小店今日客多，只剩下2间上等房，贵客要1间还是要2间？要2间。哎，掌柜的，这大冬天怎么还有这么多客人啊？安阳府严家运布料的商队今日正好在小店过夜，还好他家老爷连夜赶了夜路走了，要不然几位客官就只能勉强挤1间房了。宋金钊浅笑颔首，指着挂在墙上的菜牌说道：要一个羊肉豆腐锅和3岁羹炉，再弄个肉末蒸蛋送到房间。嘿，好嘞，我马上让厨房做。上楼时，宋高丽伸手捅宋启明的胳膊，小声说道：掌柜说的严府是严宝义家吗？他家就是做布料生意的。
如果是的话，半个时辰前我们在山道上遇到的主仆，或许就是严宝义的亲爹。他爹应该没那么大本事，让孟知府改判吧。判决以下有老师盯着，没人能保严宝义。宋高丽迟疑点头，把心放回肚子里。晚上休息时，宋金钊将研磨好的铁粉和盐按精确比例混合在一起，然后加水调成了浆糊状。夜半子时，客栈里所有人都睡了。宋金钊站在房间的窗边，透过缝隙垂手盯着后院。等看守货物的男人躺在稻草堆里呼呼大睡后，便换上黑衣，将脸蒙上，走出房间。他悄无声息地将东西塞进每一辆板车的布料里面。天色逐渐变亮，盯着后山隐隐冒出的霞光，今天会是一个大晴天。用过早饭后，宋金钊五人几乎和严府的商队前后脚离开客栈，一个往南，一个往北，方向完全相反。连夜赶回安阳府的严丰年在城门开启的一瞬间直奔严府。正在用早膳的孟鹤川听下人来报，思索片刻后说道：把人请进正厅吃茶，我稍后就来。坐在一旁的孟孝哲迟疑开口：爹，严丰年这个时候过来找你，还走后门不敢让人瞧见，肯定是为了他儿子的事情，您还要见他。严家是安阳府数一数二的商贾，往年给朝廷捐了不少银钱，严宝义不能放，但这个面子我得给。若来日安阳府再遭灾害，或朔北开战需要筹集善款，还得用到严家。严宝义是严丰年的独子，都这样了，以后还能捐款吗？民不与官斗，严丰年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不是个蠢货，他知道轻重。望着自家老爹离开的背影，坐在一旁的孟夫人开口安抚：放心，你爹做了这么多年官，他知道轻重。郭一瑶坐在凳子上没出声，默默夹起一个鹅油包放进了孟孝哲的碗碟中。再不吃就要凉了。孟孝哲温柔地看一眼妻子，夹起鹅油包放进嘴里。孟夫人见小夫妻俩二人相处得不错，心里也放心。过完年儿子就要回京城上学了，这次有儿媳妇陪同，总算是有个贴心的人能照顾他。丰年坐在正厅待客的椅子上坐立不安，目光紧迫地盯着门外，看见孟鹤川过来，连忙起身行礼：草民拜见孟大人。严老爷不必多礼。他屁股还没落到椅子上，严丰年就跪在了他的面前：大人，草民知道犬子犯下大错，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指望他传承香火，还请大人饶他一命，止革功名，别流放。跪在侧后方的下人见严丰年伸手过来，立刻将盒子递上。严丰年打开盖子，神色悲痛，声音里满是哀求：只要大人答应，这20万两银票，草民愿意全数捐给衙门。一沓厚厚的500两面值的银票堆在盒子里，20万两，整个安阳府去年一整年的税收也才这个数。严宝义雇凶伤人，动刀子，差点弄出人命。你捐再多的银钱，这件事本官也不能答应你。严丰年刹那间陷入绝境，老泪纵横。他捧着盒子朝孟鹤川不停磕头：大人，总归是没闹出人命，犬子年纪尚小，一切都是草民管束不严，还请大人想想办法，我严家可不能无后啊。你才40出头而已，还可以再生一个。严丰年呆愣在原地。孟鹤川继续说道：这件事不是本官不愿意帮你，只是朝廷有法度，岂能捐银钱私了？季家、胡家和宋家没一个会息事宁人，若本官不按朝廷律法判案，非得有人参我一本不可。若3名受害者愿意不报官，犬子是不是就没事了？判决以下，
安阳学政已经革除了严宝义的功名，此案再无回转的余地。严丰年手中的盒子掉在地上，银票洒落一地。严丰年是被人扶着离开孟府的，回到家便躺倒在地昏了过去。武仲衡拎着药箱上门，病人急火攻心，肝气上逆，又受了风寒，老夫开一剂药，先把高热降下来，否则脑子都要被烧坏了。严丰年的夫人用手帕捂着眼睛，从严宝义被抓走开始啊，他就开始哭，哭到眼睛红肿发涩，快瞎了。顾大夫，您可一定要快点治好我家老爷，我儿子还在牢里呢。武仲衡黑白相间的眉头抽动3下，默默转身写药方。严宝义买凶伤人之事，整个安阳府都传遍了。判决已下，严家难道还想救人不成？严丰年醒来时已经是傍晚，严宝义他娘扑到床边哭喊：老爷，您总算醒了。刚才府衙传来消息，说义儿明日一早就要被流放，您赶紧想想办法呀。哎呀，我能有什么办法？给20万两孟大人都不松口，义儿救不了了。时分，趁着天好，加速赶路的严家商队距离安阳府只有不到1个时辰的路程。你有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好像有什么东西烧焦了。同伴举起酒壶豪饮一口，陶醉的摇头。能有什么气味啊？我没闻到啊。着火了！巨大的声响在平原回荡，被惊醒的众人停车起身望去，只见前方打头的第2辆马车燃起了熊熊大火。就在其他人准备冲上去救火的时候，着火了！我的也着火了！惊恐的尖叫声接连响起，所有人瞬间陷入一阵慌乱。快救火！快去找水呀！可周围没有河流，找不到水，他们只能用血灭火。经过1个白天的好太阳，周围的积雪少之又少，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越来越大。领头的管家脸上血色尽失，他仰天大吼：怎么会这样？好端端的怎么会起火呀？这如何是好啊？这可是10万两银子的货呀，烧了个精光，回去老爷会杀了他。天火，一定是天火！老天爷发怒，这是在降罪呀！拖着被烧成黑炭的木架和几件被熏黑救下来的布料回到严府。躺在床上的严丰年怒目圆睁的死死盯着跪在地上的管家。你说什么？全烧了！管家捧着被熏黑的布料，泪流不止。本来一切顺顺利利，谁知快到安阳府的时候，突然降下天火，10几辆板车同时烧起来。那天火速度极快，诡异得很，不到半盏茶，所有东西就被烧了个精光。下人们拼命抢救，也只救下这点残部。严丰年双目赤红，胸口气血翻涌，喉咙尝到一阵腥甜，一口鲜血喷涌而出。他心如死灰，边说话嘴里边流血。10万两反手就是20万两，才1天，你告诉我没了？满脸是血的管家表情凝固，身体僵硬如木偶。相比严府的混乱，宋金钊等人第2天的路况十分顺利。安静的山林空地上燃着火堆，宋高丽一边搓手，眼睛一边盯着铁架上咕咕冒泡的砂锅咽口水。要是有人能在这里开家客栈就好了，冬天在野外过夜实在是太冷了。宋启明塞给他一个烫手的烤饼。熬过今天晚上，后面就不用在外面过夜了。明亮的火光照映在5人脸上，随着寒风吹动影子，张牙舞爪。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宋安好伸手想碰火，被宋时雪牢牢地圈在怀里，捏着他圆乎乎的小手揉搓。什么都想碰，小心给你烧成烤猪蹄。宋安好扭头往宋金钊的身上扑，
不吃烤猪蹄，要吃豆蹄花。宋金钊指节夹住软嫩的脸蛋拉扯，宠溺地笑着说道：再吃你就要变成小圆球了。啊，好小，得多吃饭长尸体。寒风吹过山林，枯黄的树叶被吹得哗哗作响。宋金钊耳骨微动，停下手上的动作，转头神色严肃地看向了漆黑的树林。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什么都瞧不见，枯枝踩踏发出的啪啪声吸引了宋金钊的注意力。他左手将宋安好搂到怀里抱紧，右手警惕地拿起放在地上的凌云枪，冷声道：启明，诗雪，拿剑。怎么有狼？冬天山里的狼找不到吃的就会下山吃人，不会这么倒霉正好被他们撞上吧？脚步声越来越近，有4、5个人。宋金钊起身朝马车靠近。不是狼，是人，让高丽上马车。宋启明火速将宋高丽从地上拽起来。有危险，你先去马车里躲躲。望着手持武器的宋家3姐弟，宋高丽被困在中间，爬上马车。宋金钊将匕首和宋安好一起递给他。待在马车里别动，保护好我弟弟。宋金钊的手按在车架上的弓箭上，5名通体全黑的蒙面男从天而降，3箭齐发，一阵撕裂空气的咻咻声响起。黄泉鬼眸光闪烁，腰肢翻飞，脚尖点在飞剑上，挥手间数枚飞镖射向了宋金钊。枪杆如烽火流星划破夜空，火光四射，将所有飞镖击飞。黄泉鬼双脚落地，手持长满了尖刺的长鞭。价值5000两银子的买卖，果然有点本事。护在马车旁边的宋启明，浓密的眉毛拧成一个疙瘩，这是来杀人的，难道是严家？宋金钊眯眼，5000两银子就想买我一家4口的命，我给你5000两，帮我杀了雇主。我索命门从不毁约，也从不拒绝送上门的生意，这笔买卖可以做，不5000两，等杀了你们，我就去杀买主。看来这门生意是谈不成了。黄泉鬼手中的长鞭如蛇龙般的发出尖锐的嘶鸣，直击宋金钊的面门。宋金钊不闪不躲，枪尖如寒星划过浓黑的夜空，精准刺中了鞭柄，用力的往上一挑，黄泉鬼的眼底划过了一抹厉色，脚尖点地，身体反转2圈，急速后撤，摆脱宋金钊的纠缠。小姑娘力气挺大，差点震断他的手腕啊！将黄泉鬼逼退后，另外2个杀手挥剑朝宋金钊攻过来，剩下2个人则从另外2个方向朝马车发起攻击。宋诗雪鼓起勇气挥剑迎敌，自学武以来，这是他第1次见血的实战。宋安好伸出小短手去掀窗帘，宋高丽一把握住他的小手缩回来。哎呦，我的小祖宗，你胆子怎么和你张姐一样大？看外面。宋安好挥动拳头，上半身往外斜。哎，可不能看，吓到你晚上做噩梦，你哥姐得撕了我。凌云枪横扫千军，枪杆打在3人的胸口，反弹响起的嗡嗡声传入耳中，带起阵阵耳鸣。黄泉鬼脸色难看地捂住胸口，单膝跪地，从没见过有哪个女人能将枪耍得这么好。宋诗雪力气没对方大，被杀手抵住剑刃后，身体往后滑，鞋底摩擦地面，薄成一张纸。记住，遇到男人打你，抬腿使出全身力气攻击对方最脆弱的地方。宋诗雪抬腿朝男人腿间重重一顶，像是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一样。五官扭曲，露在面巾外面的眉眼飞扬，长剑掉地，杀手倒在地上左右翻滚，双手捂住下体，痛得嗷嗷直叫。宋金钊移出一道视线，见状眼底闪过一抹厉光，他一边扛住黄泉鬼的攻击，一边沉声怒吼：诗雪，杀他！
见2个手下被宋家兄妹除掉，黄泉鬼咬牙咽下一口血，电光火石间，宋金钊握住凌云枪，朝黄泉鬼用力掷出。就在他全力稳住身体，试图用鞭子接住枪头时，一道敏捷的身影如疾风骤雨般的出现在了黄泉鬼的身后，数支袖剑齐发，将他的身体捅成筛子。宋金钊冲上去，折断了他的手脚，飞身夺过凌云枪，从黄泉鬼的头顶垂直刺入。见黄泉鬼被杀，正在和宋家兄妹纠缠的2个杀手当即转身逃命。抽出枪头的宋金钊冰冷的眸中寒光四起，尖锐的枪头如穿甲弹，将2人的心脏穿透。姐，宋金钊拿着鲜血淋漓的凌云枪走到了2人面前，眉眼微笑，满意的夸赞：不错，1年多没白练，记住现在的感觉，以后我不在也是一样。宋启明冷静下来后思考道：阿姐，此处距离开康城还有1日路程，闹出人命，我们得先报官，否则容易被人反咬一口。江湖杀手组织出身，一般都无父无母，就算丢了性命也无人会报官，只是左密门收钱接了刺杀任务，任务没完成，这件事恐怕不算完。或许还有下一步。宋启明等人心情沉重，是严家吗？安阳府屋顶传出几声短促清晰的咯嗒声，黑衣人缓缓蹲下，小心翼翼地揭开屋顶上的瓦片。房间里的炭盆燃着亮红色的火光，热气扑面而来。厚厚的被褥将叶良玉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下粗糙的长白发垂落在床边。数十名黑衣人如风般跳下屋檐，在地上翻滚2圈后爬起。主子有令，叶府所有下人一个不留。迷烟顺着被戳破的小洞送入叶良玉和小厮的房间。后片刻，其中1人将刀插入门缝，将插销移开。5人手持武器闯进了叶良玉的房间。就在长剑即将刺入叶良玉的身体之时，被褥被人猝然掀开，银光射进了黑衣人的瞳孔，长剑直击对方的脖子。等的就是你们！秦允谦将戴在头上的白色假发扔到一边，锐利的眼神凶狠如秃鹫。昨日伪装成摊贩的士兵发现有人在叶府周围频繁走动，秦允谦知晓后，当即决定布下天罗地网，等杀手自投罗网。院子里刀剑声骤然响起，夹杂着拳脚相加的肉搏声。待在隔壁房屋中的叶良玉双手握拳，心中的恨意如滔天怒浪。知道自己的腿被治好，就迫不及待地想再杀一次。幕后真凶是齐王还是鹰王，还是另有其人呢？中计了！你是谁？为什么要帮叶良玉？秦允谦趁机一脚踹在他的胸口。这个问题该我问你，谁派你来的？数十名黑衣人很快就被杀到了只剩下3个。留下活口。秦允谦用腿将领头的黑衣男子压跪身下，扭头朝下属吩咐。一块令牌从秦允谦的胸口掉了出来，黑衣男瞳孔紧缩。你们是惊雷军的人？用绳子将人绑起来押进柴房，势必问出幕后黑手。是。叶大人，歹徒已全部伏法，还剩3个活口。叶良玉缓缓起身，手心沁出了一层薄汗。今日之事，多谢秦将军。小事一桩，叶大人是阿爹的朋友，那便是小侄的长辈，别说2个月，就是守上1年半载也是应该的。前脚才踏进院子，后脚还没落地，一人急匆匆地从柴房跑出，差点撞到人。不好了，少将军，那3个人服毒自尽了。秦允谦神色一凛，快步走进柴房，看着被绑住手脚倒在地上沾有黑血的3人，下属拧眉，十分懊恼。毒药藏在嘴里，转眼间人就死了，根本没办法救。秦允谦脸色难看极了。2名士兵从屋外走进来。回禀少将军，那些尸体的嘴里也都藏有毒包。这些人全是死士。叶良玉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
眼睫止不住的颤抖。他闭上眼睛，深呼一口气，语气带着自嘲：他们还真是看得起我呀。正午时分，连续赶路8个时辰的宋金钊等人终于抵达了开康城。宋高丽头晕眼花，下车时整个下半身都是僵硬的。鼓声响起，开康县令整理衣冠上堂。来者何人？有何冤屈？宋启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宋金钊拿出割下来的纹身交给衙役。案件本官已经全然知晓，你们先回去，查到幕后真凶，本官自会派人前去告知。宋启明张嘴还想说两句，惊堂木骤然响起。退堂！望着像逃命一般飞速离开大堂的开康县令，宋启明嘟囔道：连我们住的地方都没问，怎么告知啊？他们就没打算认真查，不过是推诿拖延之词罢了。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江湖与庙堂之间那层微妙界限，不是每个官员都敢打破。开康县令怕死，不敢招惹。宋启明拧眉，忧心道：接下来怎么办？多来几次，岂不是防不胜防？来一个杀一个，就看拿5000两银子能买几个索命门杀手的命。子上，春杏望着大棚里绿油油的蔬菜，眉飞色舞。店铺已经布置妥当，第一批菜什么时候可以采摘？3日后，按照大小姐的吩咐，正好赶上小年儿。里外穿着2件旧棉衣的宋老爹顶着一头血推开门。还没看见人呐？没有，我刚才去村长家问，他们也说就这2天，估计快回来了。宋金钊寄回来的信上明确说了出发时间，按路程推算应该快到家了。堂屋里正在编竹筐的宋大郎抽空抬起头说道：下雪路上不好走，晚2天也正常，有金钊在，阿爹你就放心吧。5个月没见，也不知道三房过得好不好，是胖了还是瘦了。外面一个亲戚都没有，无人帮衬，年纪又这样小，被欺负了都找不到大人给他们撑腰。在城里扫荡一圈后，天色隐隐开始变暗，2辆马车笔直地往宋家村奔去。正在吃晚饭的宋大壮忽然放下碗筷，竖起耳朵：我怎么好像听见了马蹄声？阿爹阿娘，我回来了！最先反应过来的村长宋满仓丢下碗，火速开门。宋高丽手上拿着包袱和刚从西宁城买的东西冲进院子。阿爷！屋内所有人全都冲出来，一个个欣喜地抓住宋高丽，就是一顿乱摸乱看。宋满仓笑着说道：哎呀，瘦了瘦了，个子长高不少，都快赶上你阿爹了。宋高丽放下东西，不好意思地挠头：没有变瘦，是变精壮了。宋满仓歪头看向院门口，宋启明正拿着宋高丽剩下的行李走过来，他毫不犹豫地张嘴夸赞道：哎呀，几个月不见，启明长得愈发一表人才，仪表堂堂了。村长，大壮说阿婆阿婶好。大壮媳妇儿热情地接过宋启明手上的东西：你阿姐呢？哎呀，正好饭点，今天就留在我们家吃饭。啊，对对对，孩子他娘啊，你去厨房多做几个菜，他们赶了1天路，肯定饿了。宋启明连忙笑着摇头拒绝，双腿往门外走。啊，不用，我们在城里面买好了，阿姐还在外面等我呢，我改天再过来。宋高丽的阿婆和阿娘没拖住宋启明，追到院子外面，看见还有一辆马车停在路上。哎呦，今朝都长成大姑娘了，这次多谢你带我家高丽回来，明天呐，可得来阿婆家吃饭。宋诗雪把头从车厢里伸出来，礼貌地喊道：高丽阿婆。就这么一小会儿，村里开门出来瞧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了。今朝启明，
师雪。宋老爹穿着旧棉衣跑过来，最上面的2颗扣子都没来得及扣。宋金钊跳下车架，宋诗雪抱着宋安好从车厢里钻出来。阿姨，瞧着整整齐齐的姐弟4口，宋老爹一颗心都要软化了。干净整洁的屋子里一粒灰尘都看不见。宋老太拎着大茶壶进来，倒了3碗热腾腾的开水。知道你们要回来，前天我带着你大伯娘、二伯娘前后打扫了3遍，让你们一回来就能住。厨房里的粮食是今天刚收的新米，柴房里有劈好的柴，明天让你阿婆杀只鸡送过来，你们想自己开火或者去老屋吃都行，有什么缺的直接去老屋拿，阿爷什么都准备的好好的，就一直盼着你们回来。宋二郎的眼神在3房4个人身上打转，宋启明头上的白玉发冠，宋金钊和宋诗雪发间的珠花银饰，哪都透露着不便宜。宋二郎朝宋启明说道：启明，过完年2月耀祖就要参加县试，你在家可得多指点指点他。郑秀才说了，这次永年和耀祖参加县试，就是去体验体验，主要还是后年。哎，耀祖机灵，启明指点半个月，说不定就过了呢。净想着天下掉馅饼，科举要是这么容易，统生老爷还不遍地都是。启明好不容易回家，得多休息休息，别尽想着使唤人。宋二郎张嘴还想说什么，宋大郎大跨步挡在他面前，瞪眼制止。回来第1天你就找事儿，小心爹发火。宋二郎不高兴地闭上嘴巴。宋老爹见宋安好困得打哈欠，将他放在炕上，朝宋金钊说：你们先休息，等大郎媳妇和二郎媳妇做好饭，阿爷过来叫你们。谢谢阿爷，弄好我们自己过去。4人离开后，宋启明披上大氅，将马车上的纸钱拿下来。屋外的天色渐黑，宋金钊带上火把，以防回来时看不见路。宋诗雪抱着犯困的宋安好走在中间，冷空气吹在脸上，瞬间就把瞌睡虫赶跑了。山脚积雪比其他地方厚，走起路哗哗作响。宋金钊把火把插在地上，和宋启明一起用大竹扫把将墓碑周围的雪清理干净。纸钱在炭盆里燃烧着刺眼的光芒，年幼的宋安好望着墓碑，跟着宋金钊他们一起喊：二爹二娘。明明只过去不到半年时间，宋启明和宋诗雪2人的心里却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好似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整个宋家村都热闹起来，几乎所有人都在议论昨天傍晚回来的宋启明和宋高丽。男人羡慕他们能读书考上秀才，女人议论的话题则是全在宋金钊和宋诗雪的穿衣打扮上。宋老太过来送早饭的时候，3个孩子还都没醒。宋金钊接过篮子说道：阿婆，中午不用做我们几个的饭，家里已经收拾差不多了，中午我们自己做。宋老太看着如雪中傲然梅花一样明艳漂亮的大孙女儿，心里的想法蹭蹭蹭地冒出来。回到老屋，她将宋老爹拉进房间。过完年金钊就17了，他的婚事我想找媒婆问问。金钊的婚事你我插不了手，以他的条件，起码得是个秀才老爷才配得上。方圆几十里没成亲的有几个？启明以后肯定不会住在村里。要我说，金钊最好能嫁到省府。他们在安阳府一个长辈亲戚都没有，总不能让金钊自己找媒婆相看吧。宋老爹靠在炕上，不免想到了宋三郎夫妇。要是老三还在，金钊的婚事他们肯定比谁都上心。要不改天我找启明问问，过完年他13岁，也该懂事了。安阳书院里全是秀才老爷，
挑几个好的撮合撮合，等以后考上举人进士，今朝就是官娘子，那才是飞上枝头变凤凰。启明靠谱吗？我怎么就不放心呢？只让他撮合两人见见面，决定权还是在今朝自己手里。我相信他的眼光。辰时过半，宋启明他们才醒。吃过早饭后，宋今朝和宋启明便提着从西宁城买的东西来到老屋。大房一家盯着桌上摊开的包袱，厚厚一叠新衣裳，全是做好的成衣，都不用自己做。哎呀，能回来就好，这么好的料子穿在我这个老太婆身上，多浪费呀！宋老爹打开酒罐塞子，扑面而来的酒香味钻进鼻孔，还没喝就醉了。宋今朝微笑回应：衣服穿在人身上就不算浪费，深红色衬阿婆好看。宋永年和宋巧娘捧着新衣服，欣喜地朝宋今朝道谢：谢谢今朝姐。尚在襁褓里的宋永时收到的是一匹新棉布。孩子长得快，永时的衣裳就要麻烦大伯娘自己做了。你大老远回来还给孩子们带衣裳，我高兴还来不及，一点都不麻烦。下次回来别给他们买，这些东西贵得很，俩孩子皮糙肉厚，有粗布穿就够了。带着剩下3件衣裳来到二房，宋二婶看到衣服，那眼睛瞬间炸亮，上手打开一看尺寸，疑惑道：哎，今朝，这衣服我好像穿不上，你怎么不买布料啊？站在旁边的宋启明脸色变暗，想到2年前送包子时的场景，抢下衣服塞给宋来弟。那这是给来弟和盼弟买的，大伯家也只有永年和巧娘有，二伯娘想要新衣裳，可以让二伯给你买。女娃有衣服穿就不错了，买什么新衣裳，穿了也是浪费。你不也是女的？既然穿了浪费，那二伯娘怎么不光着身子去外面转悠去？不想要我拿给巧娘穿，反正身形都差不多。宋二婶连忙抢过衣服抱在怀里，讨好的笑着接话：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这么好的衣裳穿坏了可惜。宋今朝不想再废话，转身朝宋来弟和宋盼弟说道：新衣裳是特意买给你们的，过年记得穿上，年夜饭的时候永年和巧娘都会穿新衣服。宋来弟握紧宋盼弟的手，眼神专注地对上宋今朝的目光，他颔首应道：谢谢今朝姐，我和妹妹很喜欢。临走时，宋启明扭头朝屋内喊道：阿伯，你去年就没给我压岁钱，今年可别忘了。宋二郎欲言又止：不是，你家都这么有钱了，还缺我这点压岁钱？老三夫妇已经去世了，自家单方面给压岁钱又收不回来。宋二婶气哼哼的用力坐下，盯着衣服，心里难受极了。宋二郎见状说道：这衣服你穿不了，可以给耀祖穿呢，大了把袖子裤脚收收就行。正在穿新衣服的宋耀祖嫌弃的说道：我才不穿呢，这衣服一看就知道是女孩穿的，我穿出去会有人笑话我的。宋二郎盯着2套衣服，一套桃红，一套浅紫，是不合适。宋二婶鼓气的将2套衣服扔到姐妹俩身上。今朝就是故意挑着这么艳的颜色，他明显更喜欢女娃，失血身上的行头加起来比启明还要值钱。你若是真喜欢，等过完年今朝他们走了，你把这2套衣服合在一起重新做一套，不就能穿了？一红一紫颜色不一样，拼在一起多难看呢。今朝还说让他们过年穿到老屋去，被人知道我拿女儿的衣服穿，背后不知道要讲多少闲话。爹娘一封信告诉今朝，以后什么好东西我们二房都不用想了。看着你来我往对打在一起的兄妹2人，宋今朝转过身，面朝后方向，点到为止，杀气不足，还是得多来点实战才行。村长家，宋高丽大口咽下一整块红烧肉，宋满仓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嘴上说在书院过得很好，看这吃相就知道没吃过几顿肉。宋高丽见一家人盯着自己看，将嘴里的酱香味儿咽下去。我在书院真的过得挺好的，启明3天2头给我带他家的卤味，还时不时叫我去他家吃饭。我就是想吃阿娘做的饭，有家的味道。宋高丽娘手背扶过眼角，夹起一个大鸡腿放进宋高丽的碗里。喜欢吃你就多吃啊，你在家呀，阿娘天天给你做。是什么卤味呀？启明一家在府城很照顾你？我现在和启明是好兄弟。金钊姐在府城开了一家卖卤味和饮料的铺子，每天都会做很多荤菜卖，有时候启明就会带到书院让我蹭。金钊在安阳府买铺子了？宋高丽颔首，一口咬下半个鸡腿肉。金钊姐可厉害了，一下子买了2个铺子，一个卖吃食，一个开医馆。现在整个安阳府都知道她医术最好，都称她为神医呢。2个铺子，那启明要读书，她们姐妹2个忙得过来？诗雪跟着金钊姐学医术，吃食铺子交给下人管。啊，他家还买了仆人？宋高丽点头，对家人的惊讶感到心满意足。半年来，宋金钊带给他的惊讶，总算有人能分享了。不像在安阳府，同窗都觉得稀疏平常，反倒就自己一个觉得厉害。刚到府城不久就买了，光家里就有6个。听启明说，城外庄子上还有10几个。宋大壮瞠目结舌，如同被雷劈了一般。还买了庄子？应该是，具体我也没多问。不过他家3进院的宅子是买的，我还去帮忙搬家了呢。知道金钊有本事，没想到他这么有本事啊！这才过去多久，在安阳府就什么都有了。哎呀！宋老太伸手牵住宋安好，不赞同的开口质疑：这么冷的天，去山上干嘛呀？前几天我还听见狼叫声，可不能去呀。是不是家里肉吃完了？我让你阿婆再杀只鸡。不用杀鸡，我就是想带着启明和诗雪上山练练身手，不真刀真枪没意思。坐在宋金钊家隔壁的宋水生一家目瞪口呆地望着黑熊和狍子被抬进了隔壁院子，门口还滴了2滴血。宋水生他爹宋大田说道：肯定是进山打猎了。宋老爹听到消息赶过来的时候，宋诗雪刚洗完澡。你哥哥姐姐呢？没瞧见人，宋老爹心中不安，担心他们受伤了。怎么还没开春呢，熊瞎子就出来了？试身手也不是这么试的呀。宋金钊端着2碗热气腾腾的红糖姜茶从厨房走出来，将其中1碗递给宋诗雪。来，趁热喝完。哥哥在洗澡。见姐妹2人没受伤，宋老爹悬在嗓子眼的心这才放下。宋诗雪看着院子里的猎物，不确定地问道：阿姐，这么多肉我们也吃不完，要拖到城里的酒楼卖掉吗？不，把皮剥了留2只狍子，其他的都卖给村里人。之后每天都要上山，肉吃不完肯定要卖掉。今天是第1天，雪越下越大，时间又比较晚，索性卖给村里人赚个人情。在院子外面看热闹的村民听到后欣喜地跑进来。嘿，金钊啊，这肉你打算卖多少钱1斤呢？狐狸肉15文钱1斤，狍子肉25文钱1斤，黑熊肉35文钱1斤。宋高丽站在人堆里朝他爹说道：阿爹，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熊肉呢，我们买1斤。陶盆里的铜钱越堆越多，站在不远处的宋二郎见地上的肉越来越少，着急的在原地踏步。哎，这都快卖光了，我们还有的吃吗？金钊还留了2只狍子，他肯定会给爹，给不给我们那就不知道了。哎呀，早知道就应该再跑快点儿，只要我们帮上忙，他就不好意思不给。等所有村民都走了，
地上还剩下10几斤黑熊肉。宋金钊让宋启明切一半给宋老爹带回去，宋老爹连连推拒，要把肉还给他。太多了，搁1、2斤就行。阿爷，这么多肉我们家也吃不完，你拿回去，这几天吃好点。对，多吃点肉补补。你跟阿婆看起来比我们夏天离开的时候瘦了1圈。知道你们孝顺，没想到我跟你阿爷到老还能吃上黑熊肉，这辈子也算值了。见宋启明要把剩下的肉拿回院子里，空着手的宋二郎开始急了。他刚要开口，就被宋老爹一个凶狠的瞪眼给吓成了哑巴。二房从老屋顺走了1斤黑熊肉，回到家，宋二婶目光黑黝黝的盯着宋来弟和宋盼弟。如果明天三房再打猎回来，你们2个一起去帮忙。宋来弟咬紧嘴唇，不情愿去。这不是让他们去帮忙，是让他们去要肉的。我和盼弟要洗衣服做饭，没时间，可以让弟弟去。不行，耀祖要专心读书，不能分心。没时间就早点起来做，他们打猎要到下午才回来，你们2个上午把事情都干完不就行了？二房想得太美，结果第2天宋金钊他们没上山打猎。安阳府田雪轩，李子恩嘴上喝着温热的奶茶，眼神紧盯手上的宣传单上，久久未动。你确定这是宋家的下人发的？小厮用力点头。小人亲眼看见领头人叫春香，就是宋家美食店的伙计，说是明天上午开始卖，铺子就在美食店旁边。李子恩咬爆珍珠，尝不到甜味，他放下杯子，不满地说道：今天的奶茶谁做的？没放糖啊？小厮瞄了一眼杯子里剩的奶茶，喝掉一半了才说没放糖。他故作生气地指责：肯定是伙计一时太忙忘记了，小的这就去让他们重做。李子恩烦躁地拧眉，深呼2口气后起身：不用了，我们去宋家铺子瞧瞧。到门口，宋家美食店旁边的铺子门是开着的。小厮拦住从美食店出来的清霜：劳驾问一句，旁边蔬菜店明日上午什么时候开门啊？明日一早陈时正开张，卖完就关门，客官可得起早。你们宣传单上写的是当日采摘的新鲜蔬菜，不会是从冰窖里出来的吧？什么绿叶子菜能在冰窖里放好几个月还完好如初啊？他拿出一张宣传单，指着上面的字说道：贾1赔10，看到了吗？说是当天采摘就是当天采摘，绝对新鲜。这么冷的天连野草都不长，你说是新鲜的，怎么种出来的？4家的商业机密，李少爷，你会告诉别人吗？你带上2人明日一早就过来排队，要是真的，给我把店买空。小厮忙点头，这么冷的天儿，要是能种出来菜，必须得多买点。隔天寅时刚到，宋金钊城外庄子里的大棚就亮了起来。莱西等人快速地将30个装满蔬菜的竹篓搬进铺子里，还没等摆上货架，客人就已经冲进来开始抢了。春杏裂开嗓子大喊：绑好的蔬菜不能拆，只能一捆一捆的卖，墙上都贴了价，大家多看一眼。正在抢蚕豆的大娘抬头望去，怎么这么贵啊？比一般菜价高出近3倍。我们东家为了在冬天把菜种出来，花了不少心思呢，不仅成本高，数量还少。为了让大家能吃上一口新鲜蔬菜，这已经是在亏本卖了。李子恩的小厮攥着银子，盯着墙上的价钱，钱没带够，搬空不了铺子。小厮思索2秒后，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春杏，他把银子往桌上一拍，豪气冲天地说道：每样给我来5斤。春杏指着收银台后面墙上贴着的临时公告说道：本天蔬菜数量有限，每人每样限购2斤，大批采购请到隔壁登记。哈，店里不是有这么多吗？你直接卖给我就行了。都卖给你，其他人就买不到了。你先去登记，有货第一时间通知。
小厮还在迟疑，站在他身后的几个酒楼伙计就已经转身冲进隔壁美食店了。等李子恩的小厮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排到第7了。轮到他的时候，兰溪拿出一份空白合同，说道：大批购买可以享受99折优惠，500斤起购，需要支付5成预付款。冬季蔬菜数量有限，第一批只有2万斤，先到先得，卖完为止。99折？这跟不打折有什么区别？那客官也可以选择不要折扣，原价购买。小厮抿唇，满脸无语。见已经有熟悉的酒楼掌柜正在签合同，钱没带够，最低500斤起购的5成预付款，他拿不出来。思索片刻后，转身回到隔壁，买上5斤各色蔬菜，往家跑。少爷，少爷！还没睡醒的李子恩直接被惊醒，差点从床上掉下来。喊什么喊？吓我一跳！进来！小厮用力推开门，冲进来，将蔬菜摆在李子恩的面前。少爷，蔬菜是真的，好几家酒楼都在卖。宋家的下人说只有2万斤，不买就没了。李子恩睁开眼，拿起面前的蔬菜掰开，用鼻子闻，新鲜，绝对是刚采摘的。声音立刻变大：你买了吗？少爷，菜价比平时贵3倍，大批采购他们要500斤才起购，还要交5成定金，您给的钱不够。你不早说，赶紧去账上支银子，先拿1万两。贝麻，速度快点！捏着一张契书的李天宠从门外走进房间，望着慌慌张张的主仆2人，怒斥道：等你们过去，黄花菜都凉了。契书啪嗒一声扔在桌上，李子恩愣了一瞬，拿起桌上的契书打开，白纸黑字定了10万斤，上面写着分3天交货，钱都已经给了。他放松地沉下肩膀：爹，还是你有先见之明。我看你做生意是越做越回去了，赶紧起来，明天菜到了酒楼就要开始卖，还有运到各个县城酒楼的，上午就要安排好。花大价钱买来的蔬菜，要是被冻坏，损失可就大了。爹您放心，我1个时辰之内保证安排好。安静如水墨画的叶府正堂中，叶良玉正坐在椅子上，拿着一颗碧绿的芹菜仔细观察。刚才福顺运来整整1竹篓新鲜蔬菜送给叶良玉，厨房现在已经在做了。这个天能把菜种出来，当真是神迹。正拿着菜叶子包烤羊肉的秦允谦点头附和，太新鲜了，一口咬下去，水分充足。南方冬日气候暖和点的地方能种出菠菜韭菜，可在北方绝对是前所未闻。叶良玉将芹菜放到桌上，听说铺子里卖价很贵，想必种植成本相当高。晚上下职回到家，孟鹤川疑惑地用筷子夹起一颗蚕豆。这是新鲜的豆子。孟老夫人抬着下巴沾沾自喜道：宋家上午送过来的，说是他们自己种的。宋大夫回乡前特意叮嘱下人要送点给我尝尝，听说他们铺子里不到2个时辰菜就给抢光了。宋家送过来多少？20几种，每种大概1斤左右的样子。孟鹤川听后，大部分心思已经不在饭菜上面了。蔬菜店开张后第3天，望着身穿官服进门的孟鹤川，正在展柜后面称卤味的清霜飞快地结束手上的活，站到了兰溪的身旁。小人拜见知府大人。2人跪下行礼，想到大小姐离开时交代的事情，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孟鹤川盯着2人说道：起来吧，蔬菜店里的蔬菜都是当日采摘，想必你们种菜的地方就在安阳府，本官想去看看。大人决定聪明，农场就在城外的庄子上，小人这就带您过去。一行人抵达庄子上后，正忙着带人收菜的福顺赶忙把手洗干净过来迎接。叩见知府大人。
进入庄子后没多久，孟鹤川远远瞧见很多拱形淡黄色的庞然大物矗立在田里，看着就像房子一样。他好奇地询问福顺：“那是什么？”回大人，那是蔬菜大棚。从来没听过的名词传入耳中，孟鹤川怀着疑问加快了脚步。走近后眯眼仔细查看，这是油纸做的。我家大小姐说，油纸透光性、防水性和韧性好，适合用来做蔬菜大棚。打开用木板撑起骨架的小门，里面采收蚕豆的下人正穿着秋天的衣裳埋头苦干。3日内20万斤蔬菜需要全部交货，所有人都在加班加点，一扑面而来。孟鹤川官帽上的冷霜开始融化，走进去后发现大棚里有很多的竹子，竹子上面有许多小孔，热气就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这是？回大人，这是烟道。冬季寒冷，有时就算出太阳，棚里的温度也不足以让蔬菜生长。当温度过低时，就开始烧炉子，热气顺着竹筒飘进来，温度自然就上去了。这是宋金钊想出来的主意，能造出水车的人果然不简单。庄子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家大小姐想出来的。她说冬季漫长，不想让土地空着。前前后后将每一个大棚都瞧了个遍，官府里面穿着厚棉衣的孟鹤川已经开始出汗了。除了种植大棚蔬菜，你们还养了这么多牲畜？望着木质鸡圈里一排又一排的鸡鸭，下面挡板里全是鸡蛋，像是刚生出来的。福顺笑着回应：美食店每天都需要不少鸡鸭，大小姐说得自己掌握货源，牲畜的粪便还能改良土质，给庄稼提供养分，算是一举两得。看完所有后，孟鹤川停下脚步，望向福顺：你今日带本官过来看过大棚，还把原理一一说明，就不怕本官把方法泄露出去？不瞒大人，今日带您过来是大小姐回乡前特意叮嘱过的，说是一定让小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天下之大，不只有一个安阳府，此种植方法虽然成本不低，但若普及，对百姓来说也是一件好事。顺说完后看向兰溪，只见对方从怀里拿出一封书信，双手递到孟鹤川的面前。这是我家小姐写给大人的信，一应事项都在纸上，大人闲暇时可费心一观。离开前就写好了信，你家小姐还真是算无一策呀。那是因为小姐知道大人有一颗勤政为民的人心，只要是为了百姓好，您都会去做。这句话捧得太高，让孟鹤川心里既高兴又下不来台。送走孟鹤川之后，福顺凑到兰溪身边，小声问道：大少爷的信送到叶府了吗？青霜婶肯定已经去送了。小姐也没告诉我们信里写的是什么。好不容易把蔬菜大棚捣鼓出来，多赚点银子多好。可大小姐好像不是这么想的。经历太多尔虞我诈的兰溪抬头仰望白茫茫的天空。大棚盖在庄子上，方法本来就瞒不了多长时间，索性偷车卖个好，没必要得罪知府。福顺一屁股坐在牛车的架子上。等过几年，大少爷考上进士当了官，也就没人敢随便欺负我们宋府了。兰溪从前面绕到牛车另一边坐下，嘴上沉默没开口。官员上面还有官员，想要不被别人欺负，不做到封侯拜相都办不到。回去后，孟鹤川思考了整整一晚上，才开始写折子。折子用了3天时间才写好。可他不知道的是，3天前叶良玉的亲笔书信就已经被送往京城，现在早已经飞驰在路上。迟迟没等到黄泉鬼回来交任务的索命门门主面露疑惑：都过去这么多天了，四堂主怎么还没回来？
按照时间推算，3日前就该回来了才对。他朝站在台阶底下的手下吩咐道：“三堂主，你出去打探一下消息。”戴着面具的罗刹鬼站出来，单膝跪地道：“属下领命。”西宁城内，宋金钊姐弟3人运了一把车猎物，来到酒楼门口。早已等候多时的石有记李掌柜和庭云楼马掌柜立刻围上来，开始挑货。为了锻炼兄妹2人的实战能力，这几天宋金钊几乎天天带他们上山打猎。打到的猎物数量太多，自家吃不完，村里市场也已经饱和了，他们就拉到城里来卖。明天过年，接下来几天我们就不来了，下回上山估计要4天之后。宋姑娘客气，这些天山上的野兽都快被你们猎完了，过年可得好好在家里休息一下。年夜饭3房照常全都在老屋吃。家里穷，宋老爹没怎么喝过酒，一碗下肚人就醉了。趁着宋老爹喝醉在屋里睡觉，宋二婶凑到了宋金钊的身边坐下。金钊，我听村里人说你在府城置办了好些产业，还买了仆人。宋金钊漫不经心的点头，一个字儿也没和宋二婶搭话。夏日哪有自家人靠谱啊？要不让你二伯过去帮你。去年婆婆给宋金钊看摊子，拿了那么多工钱，要是这一次他能把我家二郎带过去，一年至少几10两银子，要足几年的束修就都不用愁了。堂屋里大房夫妇安静下来，只剩下小孩子叽叽喳喳在讲话。宋金钊玩味地勾起嘴角：“二婶儿，我买的下人都签了卖身契，想打就打，想杀就杀，他们的性命握在我手上，还真比二伯靠谱。要不让二伯也签个卖身契？”“你二伯是你长辈，怎么能签卖身契呢？如果实在不方便，耀祖明年的束修到现在还没着落，你能不能先借我们点儿？”宋二郎连忙出声附和：“金钊啊，你二伯娘说的对，我跟你爹还有大伯3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他要是知道耀祖因为没钱交束修而荒废了学业，必定会借钱给我们。”正在和2个堂弟讲书院事情的宋启明猝然抬起头，扬声开口：“我阿爹都没给我交过束修，哪还顾得上耀祖啊？”宋诗雪也开口反问道：“二伯为什么没钱？我看大伯和大伯母为了永年读书，每天都要编竹篓卖，你们为什么不编？是太懒了吗？父为子范，子女的一言一行都会下意识地跟着爹娘学，怪不得耀祖在私塾总是落后别人一大截，肯定都是跟着你们学的。”宋金钊慢悠悠地给宋安好穿衣服：“我阿爹如果泉下有知，下葬第1天就该从阴曹地府爬出来。二伯、二伯娘，我爹娘自从去世后，从来没有给我们姐弟3人托梦，他们有没有找过你们？”笑容僵在脸上，2人像是被一双沾满血的手紧紧锁住脖子，凉意从头顶钻到脚底，心惊到喘不上气儿。宋大婶朝宋大郎使眼色，假装孩子要喝奶，拉过对方就回了房间。“不该惦记的别惦记，我们虽是亲戚，可早已分家，日常相处面上过得去就行，硬把遮羞布扯下来把话讲明，就连亲戚都会没法做。”等宋老太照顾好宋老爹从房间出来，发现堂屋里的气氛不对劲儿。“金钊他们呢？”宋大郎苦笑着打马虎眼：“安好犯困，刚走。”大过年好端端的闹出这么一出，要是被爹娘知道，肯定会不高兴好几天。老二自己懒也就罢了，还想让大侄女给他养儿子，这不胡扯吗？宋二郎脸上挂不住，站起来和宋老太打个招呼就走了。开康城外乱葬岗，罗刹鬼看着被冻成冰块一样的5具尸体，隐藏在面具之下的脸显得无比严肃，盯着纹身消失的黑色伤口，索命门的印记都被人挖走了，死的还真是狼狈呀。尖锐的口哨声响起，一只通体全黑的鸽子落在罗刹鬼苍白的手指上。宋家村大年初2，宋家人一起在老屋吃饭，
宋老爹敏锐地发现2房和3房之间的情况不对劲儿。之前还表面哈哈两句，现在就连一个眼神大孙女都懒得给，像是把人当空气。饭后等人离开后，宋老爹将宋大郎叫到屋内质问：怎么回事？老二是不是又找金钊麻烦了？老二听说金钊在府城买了很多下人，提出想去府城帮他做事，金钊没答应。他们就说没钱给耀祖交束修，想让金钊借点，还提到要是老三在世，肯定不忍心侄子因为没钱交束修而荒废学业。然后金钊就发飙了，就连启明和诗雪脸色都不是太好看。桌上的茶碗被宋老爹扔出去，差点砸到宋大郎的脸上，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裂成2半。孽障，不孝子，白眼狼！宋老爹站起来，指着宋大郎的鼻子骂：一个长辈找小辈借钱养儿子，他宋二郎还要脸吗？还敢拿老三当借口，看我不剥了他的皮！当年老三死的时候，我怎么不见你们兄弟之间情有多深呢？唾沫星子像雨水一样打在宋大郎的脸上，他闭上眼睛，有苦难言。又不是自己找金钊借钱，干嘛对着他骂呀？你给我去把老二叫过来，今天我倒是要亲自问问他这个二伯到底想怎么样。宋大郎像是屁股着了火一样，转身就往外急走。他跑到2房时，看到宋二郎正躺在炕上，翘着2郎腿晃悠，心里气就不打一处来。你给我起来！整天就知道偷懒躺着不干活，真以为银子能从天上掉下来呀？大哥你干嘛呀？哎呀，快放手，疼！听到喊叫声，宋二婶从旁边房间里跑出来，惊恐地喊道：哎呀，大哥，你在做什么？爹让你马上去老屋，他有事找你。站在旁边的宋二婶心里咯噔一声，脱口而出道：公爹知道了。没说什么事儿，可在场几人都心知肚明。宋大郎白眼一翻，鼻孔出气：对，爹知道了，还臭骂了我一顿，我这是替你们挨的骂。宋二郎心里发怵，嘴上推拒道：我明天再去，刚吃过饭，肚子不舒服。自从老三去世后，爹不仅脾气越来越大，还看自己特别不顺眼，这一去肯定得挨骂。宋大郎瞪眼，抓住他的手往外拖：你今天必须去，肚子不舒服还吃那么多肉，那都是金钊带过来的。来到老屋时，堂屋里只有宋老爹黑着脸坐在椅子上。宋大郎将人带到后，就想马上回房间。老大，你也留下。宋老爹目光灼灼地盯着宋二郎，被一直盯着的宋二郎开始有些站不住了，他装死道：爹，你让大哥叫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三郎夫妇去世后，你们兄弟2个不想照顾侄子侄女，要把安好过继，让诗雪去冲喜。今朝上山打猎，老大我逼你去过一次，今朝分了你半只羊，老二你一次都没去。田里浇水，我让你们帮忙挑，今朝知道后，没少给你们送吃的，之后还带你们一起上山采蘑菇，赚了不少银子。寒冬腊月捕鱼，大把手拖到城里，就分你们2两银子，去私塾读书。2个孩子坐马车，也从没收过钱。老二偷偷用马车干私活赚钱，今朝也大人不计小人过，没计较。他大热天在城里摆摊卖凉皮茶水，你们心里却只盯着工钱。站在堂屋中间的兄弟2人胸口砰砰直跳，宋老爹说的每一个字儿就像一根针，钻进他们耳朵里嗡嗡响，鞭笞着他们的良心。话还在继续，好似永远都说不完似的。3房搬去府城，村子里的地
优先租给你们，不用交粮税，租子还比别人低。回来之前，我让你们帮着砍柴打扫屋子，新衣裳也要了，肉也没少吃。宋老爹走到宋二郎的面前，死死盯住他的眼睛，问道：老二，到底你是长辈，还是金钊是长辈？金钊不想撕破脸皮给你留面子，是不是把你胃口养大了，才让你这么得寸进尺？一巴掌打在宋二郎的脸上，宋老爹怒目圆睁道：要走束绣，你爹我出一半，剩下一半你也好意思找金钊借？自己来崽养不起儿子，还把死了的老三搬出来说话。他要是能爬出来，肯定第一个掐死你。右脸滚烫发热，宋二郎硬着头皮说道：亲戚之间哪能分得那么清楚啊？身为小辈，日常孝敬本就是应该的。我要是有金钊那样的本事，别说4个小孩，就是8个我都愿意养。左脸猝不及防又是一巴掌，宋老爹脸色铁青，因苍老而浑浊的眼眸此刻燃着火光，心里失望到了极点。死不悔改！你看看你自己，浑身上下哪有一点当长辈的样子？为人子不孝顺爹娘，为叔伯不照应丧亲子侄，就连当爹你都枉为人父。不该肖想的东西别想，以后除了来老屋，你们2房就不用跟3房走动了。租给你们的5亩地，我会去跟金钊说，让他收回去租给别人。宋二郎瞪大眼睛，难以置信的哀嚎：爹，你不能这样啊！少5亩地，你让我们2房怎么活呀？以前没有这5亩地，你不也活得好好的？宋二郎双手剧烈摇晃，心中有些懊悔。耀祖还要读书，以后花银子地方只会越来越多，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他。你要真为了孩子好，就不会在农闲的时候不去城里找活干。寒冬腊月，村里多少人家编竹篓蓑衣挣钱，就你们夫妻俩躺在家里享清福。现在知道为了孩子，晚了。田地我肯定会让金钊收回去，免得帮来帮去，反倒让你心变大了，养成个白眼狼。还有，别想去找金钊的麻烦，你要是敢去，我就和你断绝父子关系。一声轰雷在宋二郎的脑子里炸响，他瘫倒在地上，身体微微发颤，脸色煞白，喉咙发干，喘不上气儿。为了让他们有事可干，没等到初4，宋金钊又将2人带到了山上。这次他们没把宋安好放在老屋，而是将他一起带上了山。阿姐，你之前是不是说北山的猎物最多啊？是挺多，还有一头体型巨大的死虎，就连我都不敢硬碰硬。那头死虎的体型要比一般老虎大将近1倍，四肢健壮有力，平跳能达数10米。我遇着过他2次，第一回在北山，第2次在距离后山很远的深山老林，当时他偷袭咬死一个朔北士兵，还吃了他的肉。宋启明摇头，将脑子里老虎啃食尸体的画面甩干净。宋诗雪握紧手中的长剑，眼里充满战意。只有强大的对手才能磨练出我们的意志和武功。阿姐，要不我们去找他吧？宋启明怔然地看着胞妹，你越来越像阿姐了。胆子比自己还要大，想主动送上门去。我是阿姐手把手教出来的，像她不是应该的吗？那头老虎漫山遍野的跑，或许早换领地了。今日凌云桥没带，安好要跟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一些。顾及到宋安好，他们就没去北山，沿着断崖往前走，猎到2头野猪后，便开始原路返回。就在3人转身的一刹那，山涧对面的树林里传出一阵尖锐的鸟鸣声，隐约有虎啸声传来，不屈中带着3分悲悯。阿姐，是虎啸声。走，过去看看。
来到一处向阳的小山坡，不远处2只体型硕大的老虎躺在枯草丛生的泥地里。你们待在这里别动，我去看看。剑锋朝前，一步步靠近。躺在地上的2只老虎一点反应都没有。启明，诗雪，可以过来了。宋启明和宋诗雪激动地小跑过来。阿姐，是你说的那头雌虎吗？宋金钊点头，指着体型更大的那头老虎说道：这个就是。宋金钊蹲在地上检查尸体上的致命伤。阿姐，你看这是什么？宋诗雪瞳孔收缩，惊诧地指着雌虎的屁股。只见雌虎的生殖道里卡着一条小尾巴，像是还没出生的小老虎。这是难产了？他迅速用匕首划开了老虎的肚皮，盯着被掏出来的小老虎一动不动。这是死了，已经死了。阿姐，你在干什么？老虎一胎一般不会只生一个，肚子里没有，可能已经是生过了。兄妹2人一听，火速撒开腿到处搜寻起来。阿姐找到了！用衣服将粘液擦干净后，宋诗雪惊讶地说道：啊，怎么是白色的？应该是基因突变。什么是基因突变啊？宋金钊拧眉，这个有点难解释。他思索片刻后开口：你们可以理解为抄菜谱写错了字，本来要加盐，却写成加糖，红烧鸡变成糖鸡。2人似懂非懂。宋金钊继续说道：基因突变往往会带来身体上的缺陷，一般情况下，白色老虎会有严重的斜视，体质相对较差，甚至会有唇腭裂和脊柱侧弯等症状出现，严重的还会影响寿命。宋诗雪神色僵住，难过的看向手里的虎崽。可是他现在看起来好好的。宋金钊弯腰托起虎崽的头颅仔细瞧，嘴巴正常，其他需要等它长大一些才能看出来。阿姐啊，我们把它带回去好不好？扔在这里肯定很快就死了。天气这么冷，肯定很快就冻死了，带回去吧，阿姐。宋金钊弯腰抱起满眼好奇的宋安好，神色认真地注视着兄妹2人。如果之后他有斗鸡眼，身体也是歪的不好看，或者其他残疾，到那时候再抛弃，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养。你们要慎重考虑，要养就得负责。确实，就算他是瞎子，我们也不会嫌弃。既然如此，那就带回去养吧。黑鸽飞入隐藏在深谷中的吊脚楼，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从窗户伸出，他解开绑在鸽子腿上的密信，打开后脸色一变，匆匆朝楼下走去。门主，3堂主传来消息，在开康城发现了4堂主以及另外4个人的尸体，没有活口。5个人连个女人都解决不了，传出去，我索命门如何再在江湖上立足？2堂主，我命你带10名精锐前往开康城和罗刹鬼会合，拿下宋金钊的人头回来复命。被称为2堂主的男人手握铁扇，拱手领命。属下谨遵门主令。初6前一天，所有商户开市，宋金钊带宋启明去西宁城购置明天出发路上要用的东西。3人刚从杂货铺出来，就看到了浩浩荡荡的宋陵队伍占了半条街。走出来看热闹的店铺伙计摇头感慨：逛个青楼都能从楼梯上滚下来丢掉性命，王举人也是倒霉透顶了。宋金钊扭头看向伙计，确认道：是王家私塾去年死了儿子那个王举人吗？可不就是他。自从王家少爷被杀之后，这位举人老爷纳了好几个小妾，想再生一个儿子，结果没一个肚子有动静，现在死在青楼，名声算是彻底臭了。快点快点，别让石有基的抢了先。宋陵队伍刚走，宋金钊就看见马百川坐在马车上，不停地催伙计快点。宋金钊盯着马车尾巴，这是干嘛去？杂货铺的伙计伸长了脖子往北边一瞧，
今天码头开市，估计是有商船过来。走，我们过去看看都有些什么。宋高丽边走边说：“要是运河能通安阳城就好了，来回走水路时间能缩短一半。安阳的河道不够宽，走不了大型船只，2条河之间隔着几百座山，除非能移山造海。”宋高丽叹气摇头：“唉，移山造海是画本子里写的仙法，除非天神下凡，否则靠人用铲子挖，几千年都成不了事儿。”快让开！快让开！焦急的尖叫声让喧闹的码头短暂的安静了一瞬。宋金钊抬头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码头最远处的船上，好几个男人被扶着从木板上下来，低垂着头，看起来像是正在吐。你们收好东西，我过去看看。宋金钊留下一句话后，迅速穿过人群往前冲。你们这里最近的医馆在哪里？船长搀扶着呕吐不止的船员，心急如焚地问路人医馆在哪里。把人放下，我是大夫。清冽的断喝声将船长火热的脑子劈开。见跑过来的是个年轻姑娘，他愣住，一时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就在他犹豫的这一秒，宋金钊已经将船员抢过去，放平在地上，拿开他捂着小腹的手往下按。这里疼，怎么个疼法？脚痛，头晕，嘴巴又烧又麻，想吐。宋金钊发现另外3人也是一样的症状，同时伴随着出汗和心跳减慢。他看向船长，质问道：“刚才他们4个都吃过什么东西？”他们刚吃过午饭，不过都是些寻常饭菜，我们都吃了好几天了。多久以前吃的？有生的吗？马上端过来给我看看。守着另一个病人的船员立刻回应道：“有，我马上去拿。”他转身往船上跑，回来时手上抓着3个颜色不一的馒头，还端着半碗没喝完的海带汤，里面只有海带，汤路上已经洒得差不多了。宋金钊蹙眉，将夹在黑面黄面馒头中间的土豆拿出来。蒸之前这些土豆是不是都已经发芽了？你说这个叫土豆？我问你是不是发芽了？是发芽了，不过这个东西我们前几天才吃过，当时没出事。当时肯定没发芽，把腿撑起来，让他趴着催吐。宋金钊看向船长说道：“每个人先吃些巴豆，把肠胃里食物彻底泻干净，再熬2锅甘草绿豆汤让他们喝，直到体内毒彻底解了为止。出码头右拐跑1刻钟就有药铺，里面有甘草卖，马上派人去买。”好，我马上让人去买。4名中毒的船员被扶进船舱休息。船舱底部，宋金钊盯着放在角落里的一筐稻草和土豆混合物，随便扒了，里面的土豆全都发了芽。换好衣服走出来的船长看着筐子里的土豆，气不打一处来。他一脚将竹筐踢翻，嘴上骂骂咧咧地说道：“早知道这东西有毒，我当时就不捡了。”土豆滚落一地。土豆本身没毒，但发芽的土豆有毒。你刚才说这些土豆是捡的？我们是从锦州过来的，朝廷由北至南的运河修好后，我们就想运点家乡的海鲜干货过来卖。谁知出海不久，就看到一条即将沉没的船只，可能是前一天晚上被暴风雨掀翻的。你说的这个土豆，就是在那艘船上发现的。船上没有活人？没有，那几天晚上狂风大雨，浪有10几米高，水性再好，掉进海里也不可能活着。我们在船舱里发现了2具尸体，卷头发，颧骨和鼻梁特别高，皮肤是黄棕色的，看起来就不是我们东赵国人。除了土豆，你们船舱里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什么都可以。船长拧眉，昂起下巴思考，半晌后摇头回答：“没了，那里水很深，要不是放土豆的箱子正好卡在船舱木板中间，它早就从裂口沉到海里去了。”船长忽然举手睁大眼睛，好像想到了什么。哦，对了，我们在其中一具尸体的身上还发现了一张羊皮地图，就是上面的字我看不懂。我放哪儿了？
他低头在船舱里来回寻找，转身余光扫到桌子腿儿，眼睛一亮，指着被压在桌角下面的黑色方框状物体说道：在这里，我拿它来垫桌角了。宋金钊抬起桌角，将羊皮图纸捡起来。被海水泡过的羊皮图变得很脆，边角弯曲有些变形。他小心翼翼地将地图打开，终究还是裂成了3块。船长，这个地图和发芽的土豆能卖给我吗？姑娘若是想要，可以直接拿走，反正都是些没用的东西。